2020年11月19日，在中央电视台制作播放的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第20集历史铭记》中，一封彭德怀元帅发给北京的绝密电报被首次公开。这封电报里提到了毛岸英当初牺牲的详细经过。毛岸英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无论何时，人们只要回想起关于他的故事，都会感到心痛。对于彭德怀而言，毛岸英是他的后辈，他疼爱和欣赏这个孩子，所以也可以想象，当他发出这封带着毛岸英死讯的电报时，心中该有多么悲伤。毛岸英是主动找到彭德怀请缨上战场的。最开始，彭德怀坚决不同意，因为彭德怀知道毛主席家里为革命已经牺牲了很多人。毛岸英的母亲杨开慧当初就是死在敌人的手里。毛岸英的童年因为母亲牺牲，又与父亲失去联络而过得颠沛流离。如今他好不容易才能够和父亲团聚，还刚刚结婚成家。如果他因为上战场出了什么差池，毛主席怎么接受得了呢？所以彭德怀于心不忍，他劝说毛岸英留在国内一样可以为前线做贡献，但是毛岸英却已经坚定了决心。1950年10月7日，彭德怀即将前往朝鲜，毛主席特意设家宴款待彭德怀。一般在这样的场合，毛岸英是不会打扰他们的。毛主席的儿子这个身份在别人眼中是无上的光环，可以带来无数的功名利禄，但是毛岸英从来不愿意用这样一个光环去为自己谋特权。多年来，他一直在基层兢兢业业的工作，甚至对别人隐瞒着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这一次，毛岸英却在了宴席的桌上破天荒地动用了一次他作为主席儿子的特权。他请自己的父亲一块劝说彭德怀，还是要求上战场。这回不仅彭德怀不愿意，几个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纷纷劝毛主席打消这个念头。毛岸英是主席最看重的孩子，他还那么年轻，怎么能上战场冒险呢？但不管大家怎么说，毛岸英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毛主席最后则一锤定音，他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就这样，毛岸英成为了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兵。离别在即，毛岸英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刘思齐做了一个郑重的道别。当时刘思齐因为动了阑尾炎手术，所以还在医院里。刘思齐一直没有办法忘记毛岸英道别那天的场景。他来看刘思齐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当时毛岸英走进病房里，和刘思齐说了一会儿话，忽然抬起头来注视着他，然后对刘思齐说：“我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那里交通不方便，可能你收不到我的信，但是你不要担心。”听到这句话，刘思齐的心里便感觉到了不寻常。毛岸英之前出过很多次差，可是从没有一次他的语气是这样严肃而伤感的。刘思齐一下子有些说不出话，而毛岸英还在喃喃叮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完成学业，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看爸爸，不要他不在就不去，多多照顾岸青。又交代了很多之后，也更深了。毛岸英考虑到明天的工作，便急匆匆地要离开。刘思齐的心情因为毛岸英刚刚的话变得很沉重，他从病床上起来，一定要把毛岸英送出门口。走出医院大楼的时候，寒风阵阵，毛岸英坚决不要妻子再送，劝他回去。刘思齐便只能定定地站在大楼前，看着毛岸英的背影。但是就在他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忽然又转回身，对着自己的妻子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刘思齐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今生的最后一面。毛岸英以一个翻译以及秘书的身份来到了朝鲜，他依旧没有对别人表露自己的身份。同情的人们都很喜欢这个热情又聪明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也会聊起自己的经历。当时东北军区的副军长任荣和毛岸英是坐着同一辆车进入朝鲜的。毛岸英是这么跟他讲自己过去的经历的：我的经历比较复杂，小时候流浪讨饭，后来在苏联留学，还参加过苏德战争，再到后来回国后务农做工，还当过工厂的副书记，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任荣还好奇地问他，怎么在苏联念了那么久的书，回国却反而主抓农业工作了？毛岸英当时只告诉任荣，这是自己的决定，父亲也很支持。相处了几天之后，毛岸英和任荣的关系越来越好，他还告诉任荣，自己新婚没多久就跑来参军了。任荣还记得自己当时和这位萍水相逢的翻译开玩笑说，那新娘子同意吗？毛岸英很骄傲地回答，乐意，可支持我了。很久之后，任荣才明白，原来当时遇见的年轻翻译就是毛岸英，而毛岸英和他很多次提起过的父亲，便是他一直敬仰的毛主席。来到朝鲜之后，
毛岸英就在位于大鱼洞的志愿军司令部驻扎下来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大鱼洞这个地方说是司令部，其实非常简陋，连桌椅板凳都是临时拼凑的。大家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处理前线的文件，几乎忙得脚不沾地。而且这个地点其实是很危险的。彭德怀作为前线总指挥官，当然不能够窝在后方，所以他把司令部设在了距离前线战场只有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方便随时探听消息。但也正因为如此，司令部所遭受的敌机轰炸是非常频繁的，几乎每隔2-3天就要体验一回生死关头。更要命的是，他们进入朝鲜的时候是冬天，朝鲜的冬天比国内要恶劣得多。当时由于来得匆忙，所以司令部的这些年轻人们根本没来得及准备厚衣服。刚刚来到朝鲜那天晚上，气温就骤降到-20度，而大鱼洞里的环境更是格外的阴冷潮湿，所有人都不敢脱衣服，紧紧地挤在一起抱团取暖。由于条件简陋，他们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床单都没有，所谓的床是用稻草铺成的。才过了4-5天，办公室里的年轻人身上就都长满了虱子，而因此感染风寒的更是不在少数。他们的伙食与其他的战士一样是高粱米面，那当然十分难以下咽。至于青菜水果，那在前线是极为罕见的奢侈品，即便有，也全都供给了一线作战部队，在大鱼洞是吃不上的。彭德怀自从到了朝鲜，就一直很担心毛岸英的身体状况，毕竟他自幼过了很久的流浪生活，受过伤，有严重的胃病，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他无疑是一种折磨。所以彭德怀几次提出要把自己的伙食配给分给毛岸英一些，但他每次提出，毛岸英都坚决地拒绝，哪怕是这样的小事，他也不愿意搞任何特殊。日子很艰苦，但毛岸英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他从来不觉得眼前的生活是一种折磨，相反，他爆发出了极大的工作热情，论处理文件的速度，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而少有的闲暇时间，毛岸英也过得很充实。虽然来得匆忙，但是毛岸英还是从沈阳带来了不少书籍，即便在前线也不忘学习进步。自然他也会把这些书借给自己周边的战友。有时到了晚上，冷得实在睡不着，这些年轻人们便挨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在瑟瑟寒风里聊着自己对书中的感悟。毛岸英和周边的朝鲜老百姓也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营地附近就是不少朝鲜百姓的村庄，战士们但凡有空就会到村里去帮助当地的百姓干活，砍柴、挑水、烧火、做饭，凡是能帮的都帮一把。所以毛岸英离开很多年之后，当地的老百姓还是记得他，还有人自发地帮助毛岸英守墓，他们已经发自内心地把这个年轻的战士当做了自己的亲人。毛岸英的离开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个沉痛的消息。那是1950年的11月，当时麦克阿瑟已经发动了圣诞攻势，决心以最快的速度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意味着司令部要遭受更多的轰炸。11月24日，情况变得很不妙，有4架轰炸机一直在外盘旋，所以上级决定等到25日7点，大家一起进入防空洞躲避。而在这个危险关头，毛岸英和他的同事们依然留在大鱼洞里工作，忙了整整1个晚上。因为越是这样紧急的时刻，收发消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哪怕是早1秒都有可能挽救前线上百条人命。到了25日，大家按照安排进入了防空洞，几架飞机还是在外面不断的巡视，随时都有可能投下炸弹。一直躲在防空洞里当然可以保证安全，但问题在于眼下前线战士如火如荼，所以办公室里那些文件必须要加速处理。在一番讨论之后，毛岸英、高瑞新、程普等人决定重返办公室工作。就这样，时间来到上午11点，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忽然拉响。程普跑出去查看情况，震惊地发现那4架敌机已经逼近了他们，而且还投下了几十枚燃烧弹。程普赶紧回头呼喊办公室里的毛岸英等人快走，可是已经太晚了，燃烧弹落下，现场变成了一片火海。这个突发状况惊动了所有人，等敌机离开之后，彭德怀冲到了现场，可是已经不见毛岸英的影子了。战士们着急地在废墟里寻找呼喊，可是一声回应也没有，直到他们在废墟里找到了2具面目模糊的尸体。他们在其中1具尸体上发现了一块还没有被烧完的手表，那是属于毛岸英的东西。因此他们确认了2具遗体的身份，一个是毛岸英，另外一个是参谋高瑞新。这样惨痛的事实，即便是久经沙场的彭德怀也不知如何接受。
毛岸英才28岁，这样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本该有着大好的前途，可现在他就这样死于敌人的轰炸之下。这件事情必须要告知毛主席，可彭德怀对着草稿斟酌了几千次，也不知道该如何措辞。最后彭德怀强忍悲痛，往北京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而北京的同志们也不知道要如何向毛主席告知这个消息，所以1个月之后，电报才由周总理亲自交到毛主席手上。当时毛主席盯着这封电报，很久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强忍着眼泪。后来大家安慰毛主席，毛主席则以一种沉重的语气说：要作战就要有人去，派谁去呢？我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派自己的儿子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他又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当然人们都明白，毛主席心中的悲痛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更多。作为一个父亲，他一直都爱着自己的儿子，然而身为主席，他肩上却有着更沉重的担子。毛岸英牺牲很久之后，刘思齐问了毛主席一句话：岸英做您的儿子合格吗？这句话毛岸英在奔赴战场之前也曾经问过毛主席，他一生视父亲为榜样，希望能如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那时毛主席只告诉毛岸英，等他从朝鲜战场回来会给他一个答案。然而这句话却再也没机会亲口说出来。面对着刘思齐，毛主席点了点头，说：合格，他是我的骄傲。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毛岸英是毋庸置疑的英雄，至今人们依然在怀念他。